大家好，我经常在 B 站里收到一些网友的询问，比如这几天也有一些网友问，就说计算机编程的小白能不能学习编程？然后呢，将程序员作为自己的今后的一个职业。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可以明确的说，这是完全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我之前实际上也讲过，计算机编程和其他学科不一样，其实完全不需要上大学。你只要看看现在很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些学生，他们上的课程，就是很多学生实际上是在混，而且呢，上的课程很多在实际编程中作为程序员中，其实用处不是很大，就是学的并不是很好，这绝大部分学的实际上是很差。这和这些学生上了大学就是完全放松了，就是他也不想就是工作，所以在大学就是一种混。上过大学的同学都应该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想做一个程序员，你不需要上大学，上大学可能反而浪费你的时间。当然，上大学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它的唯一的好处就是一个文凭，比如你是985、211学校的文凭，是计算机专业的或者什么，那人家可能在第一次面试的时候就可能不会把你筛选掉。但如果你没有大学文凭，你是一个初中生或者中专生、大专生，那么可能这个很多单位就把你筛选掉了，就你没有机会就是进了下一步的面试的环节。但很多单位，这是主要是一些大的单位，比如国营啊、企事业单位，还有一些比较大的 IT 企业可能会进行这样的筛选。但是中国的企业那么多，还有很多的小企业或者中小企业对人才特别渴望的这样的企业，他们在招聘人才的时候，那么你只要到人才市场去和他交流，那么你展示你的才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企业需要的是真正有能力的，而不是你一张文凭。就是很多人拿了这个985、211的计算机专业的文凭，其实他的能力就是很差的，或者说很多就根本不会编程，学了4年等于就没怎么学。如果你是一个小白，你完全可以在几个月时间达到他们的水平，是吧？超过他们的绝大部分的同学的水平。作为一个技术小白，我觉得如果你自学，可以在1个月之内超过，就是比如985或者211的，就是绝大部分的计算机学科的学生的水平。就你如果学习能力好的，如果学习能力就是稍微比较好的，那么可以在3个月之内达到他们的水平，或者超过他们的水平。如果你能力比较差的，可能需要半年或者1年时间。你完全不需要，如果你需要花1年时间才能达到这个计算机专业，比如211学校的计算机学生的水平，那我觉得你就不要选择这个程序员作为你的职业了，说明你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呢，就是不适合从事编程。对于一个小白，他只要有初中学历，他完全可以，通常来说，在3个月最多6个月之间，在编程能力作为程序员这方面，他的能力就是达到或者超过就是985、211的，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大学里学的很多课程实际上是没用的、空洞的，比如软件工程、操作系统、数据库等等，这些东西可以短期内稍微学一下，这个不是作为你程序员必须的知识。我前面在这个 B 站动态里发过一个帖子，就是如果我们一个小白学习编程，应该第一个先学习某种编程语言，
按照正规的科班的出身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路线图。那么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一下C 语言、C 加加语言或者 Java 语言，就学习一门编程语言。然后呢，我们再去学习数据结构。数据结构学完了之后，你再去学一门叫算法设计与分析。那么有了这3门，那么你的编程能力就是只要学得好，那么编程能力你已经达到或者超过就绝大部分计算机专业大学专业毕业的那学生的水平了。而其他的课程，操作系统、编译原理啊、数据库、图形学、图像处理等等，你不需要去学，不需要浪费时间在上面。因为你如果再学习那些课程，那你时间耽误就多了。那些课程，除非你做相应的专业的开发，那么你今后根据需要再去学习。比如你搞游戏编程，你可能需要学习一下这个图形学，是吧？你搞那个，比如信息管理系统，包括外包开发，可能你稍微要去看一下数据库的知识，主要是关系数据库，是吧？编译原理其实不需要学了，操作系统你大概了解一下，花个1、2天、2、3天就可以了。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教程，你按照网上的教程学一下，我觉得不需要几天就可以把这个基本知识理解了。所以我们一个小白学习就是按照我刚才讲的，先学习一门编程语言，然后学习数据结构这门课程，最后学习算法设计与分析。这些课程在我的 B 站、YouTube 和腾讯课堂等里面都有相应的视频教程，你们也可以去学习网上的一些好的教程。我建议网上的尽量的看文字教程，可能速度比较好，但是比较快一点。当你在学习了这几门课程之后，你还要做一些刷题，就是为了面试刷题的，比如 LeetCode。还有呢，你可以做一些小项目，比如开发一个游戏啊，开发一个网站呐、等等，啊。谈到开发网站，可能你还需要学习 Java 语言和Python 语言。这个呢，你可以在后期学习，是吧？相当于我们先练理工，理工就是通常来说，在国内一般的先把 C 语言学习一下，C 加加语言学习一下，然后学习数据结构、算法设计与分析，这是理工。理工好了之后，你再去学习 Web 开发的那个 Web 后端开发和前端的网页的编写，这些东西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是吧？你有了理工，那些就比较轻松了。然后在学习资料的选择上面，我刚才讲了，主要应该看网上的这个文字教程，当然你也可以看一些视频教程，比如我的 C 语言6小时快速入门，是吧？我在 B 站和 YouTube 都有 C 语言的这个快速入门，还有 C 加加语言，我有2小时的这个快速入门，还有一个2019年的吧，反正也是快速入门，你看一下。当然还有比较长的那个 CI 教程。我的这个腾讯课堂里面还有这个数据结构 C 语言版和 C 加加版的数据结构课程。我觉得我的课程讲的就是数据结构方面就是非常清楚、好懂而且全面。因为我的课程里不但有理论的讲解，而且还有代码的实现。网上的很多的，比如数据结构课程，比如浙大的，它只有理论的讲解，这个代码的实现，它就把代码放一下。就没有这种很详细的这个一步步的这样的代码实现过程。同样的，我的算法设计与分析也是的，有理论讲解，还有代码的实现。而网上的呢，往往只有理论没有代码实现。只有理论没有代码实现，那么你这个时候学习起来就比较困难，是吧？因为网上的没有这样的环境。没有线下的同学之间可以讨论啊，什么交流啊，是吧？所以你可能没有人问，比如看了网上的视频，算法设计与分析还是不知道怎么实现，或者实现比较困难。如果你学习我的这个腾讯课堂的算法设计与分析这课程，
那就没这问题了。除了理论的讲解，还有实现，我就喜欢这个理论和实现相结合，特别是代码，就是程序员来说，你讲一大堆的理论概念没用，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去实现它。网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视频课程，特别是一些培训机构的视频课程，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看，因为那些课程大部分是在这个忽悠，就是就是一个课程里就是很多时间都在讲废话，你们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就是我希望就是小白你要自己要能判断，不要人云也云，就是不要周围人这么说，我应该怎么这个计算机编程很难呐，需要数学啊，需要什么逻辑思维啊，听周围的人讲，那么你也就相信他们了。因为我认识很多人，那些人他根本就不是计算机方面的，他们就说，哎呀，小孩说的编程太难了，所以我小孩不上那个了，还要数学什么东西的。我一直就讲，编程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数学，是吧？你一般的，只要不是特别专业的，比如你不是开发这个CAD 软件、有些语言分析软件，不要是这是很专业的软件开发，那么不需要什么数学。通常的，比如你微博开发要什么数学啊？它就里面数据库里面数据读写，是吧？读进去写进去，这么处理一下，没啥东西。是吧？微博开发是最简单的那个开发。当年我对这方面不熟啊，就是微博开发我觉得没啥意思，没什么含量。但是呢，这个微博开发在找工作还是很有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学过这个编程语言、数据结构、算法式计算分析之后，可以再去学一下 Java 放到最后学，不要一开始学，是吧？当你再学一下 Python 也行，你就是 Java 难，你学一下 Python 也行，然后你 Python 去做一下微博的后端开发。当你前端的，你也可以学一下这个 CSS、JavaScript 啊等等这个前端的这个。因为微博开发毕竟需求量呢比较大，如果你想从事游戏编程或者和图形相关的编程，这个一般来说小白可能不太建议去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一些数学了，比如图形要进行一些几何变换呐等等，可能这个就不太，除非你数学比较好，高中什么，是吧？一般的就不太，但可以做一些图像处理，比如机器视觉，所以可能没有上过大学的，还是从事这个管理系统啊这些开发，是吧？就你先把这个基础学好，然后再去学一下外部开发，这个可能比较好。学习这个刚才讲呢，我随便讲啊，就是网上的视频课程尽量的不要去看，但你如果觉得某个视频课程确实好，那你也可以去看。这个培训班呢，我觉得你不要去报，这个一个价格太贵了，都是上万的，是吧？都是几万的，是吧？而且你那个学的也没那个，如果你钱多，那你也可以去挑选一下好的培训班去学一下。如果你家里钱多，你觉得，但你也不要一开始去，你等你这基础掌握的很好了，然后你再去参加，比如某个培训班，它有课程，反正这些培训班的课程价格肯定很贵嘛。还有网上的，比如 B 站或者什么很多的，现在很多机构，动不动大神大流提出很多的课程，这个课程太多了，眼花缭乱，所以你要有分辨能力。就是挑选一些，自己一看这个视频讲的我很懂，就比较好懂，适合我的胃口，你再去。然后有的同学是不是说要看书呢？当然可以看一些书，但是书呢要挑选一些好的书。我写了3本书，一个是 Python 3从入门到实战，这个适合学习 Python 语言的；还有一个 C++17从入门到实战，这个适合学 C++ 编程语言的。如果你学 C++ 语言，那就买我的书就行了。其他的什么 C 加 Primer 什么 C 加程序设计语言，就 C 加支付写的那些书就不要看了。不要迷信什么大师权威写的书，因为并不是所有大师，而且往往很多国外大师写的书，我们国内的人，特别是初学者小白，
看那些书很费劲的，你一看就把你的机器人打掉了，是吧？这个你根本就觉得看的太费劲了，因为老外的思维不一样，而且老外是碎碎叨叨讲的很细。你现在小白，你应该速成，你要3个月之内达到211或者985的计算机专业的那些学生的平均以上的水平，那么你就要采用快速的、高效的学习方法。一门编程语言，比如 C 语言，你花1周学习一下；C++ 语言你花，因为我的网上的 C 语言课程是6小时嘛，6小时让你把它花1周去学一下，把里面的涉及到的程序都编一下，自己编一下。还有 C++ 语言，那么你可以看我的2小时快速入门，先看一下。还有2018不是2019的，有2个版本的，反正都是快速的，几个小时的。这个几个小时，你学得快，可能1-2天就行了；你学得慢，那你花个1周去学一下 C++ 语言，是吧？再把我的 C++17从入门到精通这个书，有空再去看一下，是吧？这个书你如果看一下，我在网上也录了教程，是吧？你也可以接受网上视频教程去看一下。当然，网上的我这个视频教程不是很全，书上呢比较全，你可以看一下书。这个书我觉得你花1周时间看一下，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但你如果看 C++ Primer 这些书或者其他书，你花的时间可能要长一点。所以编程语言 C 语言 C++，你只要每个花1周，2个加起来半个月就可以了。然后数据结构你可能要花半个月到20天学习一下，是吧？你学得快半个月，你学得慢，比如20天，是吧？甚至1个月，我觉得20天已经足够多了。一般来说，你半个月，你把数据结构的算法都去看懂，然后去实现一下。好，时间长期20天嘛，你把它学完数据结构。你不要按照科班出身，我要花1个学期学数据结构，我就给你时间长点20天，再不行你花1个月，这样我们1个半月就可以把 C 语言、C++ 数据结构学完了，是吧？然后呢，你再去学一下算法设计与分析，你再花个半个月时间就可以了。只要看我的那课程就行了，其他的书啊、视频课程千万不要去看了，因为网上的视频课程没有代码实现，网上的书，比如叫那个王晓东的书啊，书写的也不好，这个算法设计与分析，我就建议不要去看书了，反正我没看到好的书。好，这样算法设计与分析又花了比如半个月时间，这样加起来我们就是将近就是1个半月或者2个月，我们把这3门主要的课实际上就能学完了。然后你再花1个月时间去进行刷题，做一些小项目。刷题主要选 LeetCode，这样呢，你找 LeetCode 上的一些刷题的讲解的这个教程文章，是吧？你先把一个题目先做一下，想一下应该用什么，然后如果做不出来，你就看答案，是吧？你肯定自己要去思考一下，就是想一阵，这个怎么做，然后再去看答案，看答案和自己想的是不是一样，或者你自己想不出来，看答案是怎么讲的，然后原来是这样讲的，然后你要自己去总结规律，你总结多了，然后你刷题经验就足了，你可以刷题这个1个月，那么基本呢你就能力就有很大的提高了，肯定已经超过这个绝大部分的计算机正规专业的毕业的学生了。当你这个刷题，你也可以继续长期的刷，继续再刷，是吧？这个我是讲3个月时间，基本上你把自己的事情都做了。如果你这个是正常学习能力的，如果你学习能力慢，那你就花半年时间把它这事情做完，是吧？编程语言 C、C++，数据结构，一个 C 语言版本、C 加版本，还有算法设计与分析，这些课程学完，再刷题 LeetCode，然后呢再做一些小项目，比如编一个游戏啊，或者编一个人脸识别程序啊，或者编一个这个机器视觉检测产品中的缺陷啊等等，是吧？
这样做一些小的项目，或者编一些简单的信息管理系统。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实际上就可以去求着面试了。如果有单位问你，你这个会不会Web 开发，你就说把你前面学过的知识讲一下嘛。你是就是然后 Web 开发，你比如我，前面都是自学的，那 Web 开发我是有能力把它学好的，是吧？或者你就是学一下，就是在面试把 Web 开发去学一下，再花个比如20天或者1个月去把它学一下。Web 的前端后端学一下，然后做一些产品，比如一些网站呐、或者之类的产品，这样带着作品去面试可能更加好。你带着你的作品去面试，然后你的刷题能力又很不错，是吧？超过就是绝大部分科班出身的，那么人家在面试的时候给你做题目，你都能做得挺好，人家肯定就知道你的能力不错了嘛。啊，对于那些求才若渴的真正需要真正人才的企业来说，他肯定是需要的。但是对于那些只看重文凭的，比如政府、企事业单位，他只要一个文凭，那么这种单位你可能这个学历就不一定可以，是吧？你要找可能你有机会的那些企业去面试，到大城市，比如上海啊、深圳啊这些地方去。啊，小城市这样的机会也有，是吧？苏州、杭州等等，南京啊等等，无锡啊什么都有。好，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就是针对小白到底能不能学习编程。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学习编程一定要趁年轻，就是你越早学越好，是吧？因为市场上有个35岁的这个门槛，35岁之后你再去找工作基本上找不到了。就是你的能力很好，企业也不需要，因为企业需要的不是要你水平多高的，因为企业用的技术都是一些大众化的，没有什么含量的，是大学毕业生就足够了，他需要的是年轻人，所以你要学习一定要讲究效率，尽早花尽可能少的时间把它学好，然后尽早在年轻的时候去面试。你超过30岁，我觉得学习也是可以的吧。你如果花个半年1年，那31岁去找可以。但你如果已经33岁了，你再学那就迟了。尽量的越早越好，是吧？比如你24岁，那么这个时候你学。如果你有工作，我刚才说的这个3个月时间，假如是你没有工作，如果你有工作时间，你可以抽时间看一下，那时间可以拉长一点，比如我花半年时间把它掌握，是吧？假如你学习能力好了，如果我慢了，我就花1年时间把它掌握，啊，这个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反正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特别是没有学历的，是吧？比如初中、高中、中专、大专生，我觉得学习编程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向。是吧？当然，其他的职业，比如送外卖啊、快递啊，这个也不错了。就在做程序员方面，你不会比那些科班出身的差，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这个你要相信我，是吧？这我反正就学编程了，根本就不需要上大学，上门大学都一样，因为它没有硬件，没有做实验这些东西。好，今天我就废话啰嗦讲这么多。大家可以在下面就是讨论一下。好，谢谢大家。